不再是澳大利亚，新西兰的女总理变脸反华，中国更要保持淡定。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在中美竞争的大棋局中，莫里森政府时期的澳大利亚曾经是亚太地区的反华急先锋，但是随着工党政府上台，中国与澳大利亚开启了对话之门，只要双方不发生无谓的争吵，美国眼看着就会失去一个与中国叫板的抓手。但是谁也没有想到，新西兰的女总理最近突然变脸了。过去坚持对华务实外交的阿德恩一改前态，对中国玩起了价值观外交，甚至在参加北约峰会时发出了干涉中国崛起的声音。中国人可能没有注意到，最近发布的美国、新西兰联合声明是该国向基于价值观的外交政策转变。这件事在2个月前就已经发生。阿德恩在华盛顿特区与拜登会晤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就有大量提到自由主义价值观和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言论。联合声明提出了新西兰迄今为止对中国所谓的侵犯人权、香港权利和自由受到侵蚀，对中国在南中国海非法海上主张和活动违反基本规则的国际秩序的一些最明确的批评。更重要的一点是，新西兰还批评了中国与所罗门群岛的警务合作，并指出一个不认同我们的价值观或者安全利益的国家在太平洋地区建立持续的军事存在，将从根本上改变该地区的战略平衡。而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则指责阿德恩和拜登试图故意炒作中国在太平洋地区加强安全努力的问题。这种批评暗示新西兰正在被迫放弃其传统的独立外交政策，作为美国建立反华联盟努力的一部分。正如其在联合声明中所表明的那样，新西兰外交中的价值观更可能是担心太平洋邻国受到大国冲突的影响。阿德恩还在北约峰会上强调新西兰有独立外交政策的一贯立场，并将重点放在了中国在太平洋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上。他说，太平洋地区也经历了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所承受的压力。中国近来变得更加自信，更愿意挑战国际规则和规范。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阿德恩对中国态度的变化呢？新西兰真的是要变成一个反华国家了吗？其实我们应该给新西兰一个适应中国崛起的时间。首先，新西兰现在的焦虑主要是太平洋岛国正在与中国发展亲密合作，而包括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内的西方国家很难与中国竞争。也就是说，中国在南太平洋岛国的战略布局把新西兰刺激到了，现在只不过是让它进入到了一个焦虑期。焦虑的本身是一种病，是对西方价值观体系的不自信。治愈的办法就是时间，只要时间一长，也就自然会适应了。其次，阿德恩开始强调价值观外交，但是他也强调外交的独立自主，所以现在还不能说新西兰因为与美国签订了一个联合声明就会完全改变对华态度，更不大可能变成一个极端反华的国家。要知道，新西兰在经济体量上根本就没办法和澳大利亚相比，更没有反华的资本。中国有的是办法让阿德恩后悔。最后，新西兰在美国怎么表现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仍然没有主动挑衅中国。当然，新西兰毕竟是五眼联盟的国家，也是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但它的国家实力又比较弱小，只要不公开跳出来挑衅中国，我们也可以理解其为了维持在西方国家中的地位而遭受到了美国的压力。所以新西兰被美国逼着批评中国，我们也需要有一定的容忍度。总体而言，新西兰的现任政府目前还不算是下一个莫里森政府。如果中国因为美国的挑拨把新西兰收拾一顿，那么更高兴的那一定是美国。目前最好的办法还是加强中国与新西兰两国之间的沟通，保持双边关系的相互尊重和稳定。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